Hello， 各位編織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艾芙靈。小小花片看似平凡，當它們拼接在一起，就能創造更多可能。今天艾芙靈分享的這款鴨舌帽，運用了五角形和六角形花片的拼接，就像足球一樣，由不同的幾何花片組成立體的帽型。利落的帽檐設計搭配輕盈的歐根紗線，具有透氣性，也多了一份夏日的清爽。讓我們一起來購織它吧。線材選用了這款歐根紗線，質地輕盈，帶有柔和的微透感和細緻光澤。完成後的成品能呈現清爽、富有層次的視覺效果，同時保有挺度和造型，戴起來也透氣舒適。搭配了 3.0 毫米的鈎針，另外準備了一顆木質紐扣和定型條。成品完成尺寸如圖，頭圍可以依照調節繩來進行調節。我們從頭頂的五角花片開始，環形起針。第一圈，鈎織3鎖針作為第一針長針。我們在第一個長針上方記號扣，接着2鎖針，後續正常的鈎織長針加2鎖針，包含一開始的起立針，中括號內容一共4次。最後再一長針，接着收緊中間的線圈，再一鎖針，接着回到起立針，也就是由3鎖針構成的這針長針，鈎織一針短針，將頭尾相連，完成第一圈。第二圈4鎖針作為第一針長針，並且放上記號扣。接着在下方的第一個鎖針空間，穿進鎖針空間裡，鈎織第二針長針。接着5鎖針。從下個空間開始，鈎織中括號內容4個長針。起始的線頭可以一併包着鈎織幾針，再做修剪。接着5鎖針，後續3個鎖針空間繼續鈎織中括號內容，中括號內容一共4次。中括號內容4次結束，回到第一個鎖針空間，再鈎2針長針。接着引拔在第一針長針上，將頭尾相連。五角花片完成。斷線，藏好結束的線頭。頭頂的五角花片完成，這是帽子的第一層花樣。第二層花樣，我們會在它的5個邊連接5個六角花片。六角花片的第一圈環起之後，
和五角花片的鈎織方式類似，只是第一圈多重複了一次中括號的內容。第二圈4個鎖針作為第一針長長針，並且放上記號扣。第一個鎖針空間鈎織第二針長長針，再2鎖針，鈎針離開線圈。接着我們將與五角花片連接，在五角花片的5鎖針這裡，鈎針穿進最中央的鎖針針目，再掛回線圈並拖出，完成連接。連接後3鎖針，接着下個鎖針空間鈎織4長長針。如果有線頭，都一併包着鈎織再做修剪。接着2鎖針，鈎針離開線圈，再連接五角形的下個鎖針空間中央針目，這樣五角形的一邊就與六角形相鄰。接着3鎖針，在後續的4個鎖針空間鈎織4長長針加5鎖針。最後回到第一個鎖針空間，鈎織2長長針。在第一個長長針上引拔，將頭尾相連，完成六角形。再斷線並藏好線頭。如此，五角形的一邊就連接了一片六角形。接着下一邊連接第二個六角形，第二個六角形也會與第一個六角形相連。第二片六角花片環形起針鈎織完第一圈，以及第二圈一開始的2長針和2鎖針。接下來我們會依照這3個點的順序，依序進行連接。首先連接 A 點，是第一個六角形5鎖針的中央針目。接着3鎖針，下個鎖針空間4長長針以及2鎖針。有線頭的話，都可以一併包着鈎織。再連接 B 點 ，B 點這裡是2個花片的連接處，將鈎針同時穿過2個花片重疊的針目，再進行連接。接着又是3鎖針，下個空間4長長針以及2鎖針。再連接 C 點 ，C 點是5鎖針的中央針目。接着3鎖針，接着在剩下的3個鎖針空間鈎織中括號的內容。最後回到第一個鎖針空間，鈎織2長長針。在第一針長長針引拔，將頭尾相連。
斷線，藏好線頭。之後，我們按六角花片2的方式鈎織花片3和4。而第5片六角花片，除了 A、B、C 這3個點，我們還會與第一個六角花片的 D 點連接。大家可以按照文字解的提示完成第5片六角花片。如此完成帽子的第2層花樣。第3層，我們會在這幾個位置的缺口連接五角形的花片，可以從任何一個缺口開始進行連接，只是注意在連接時，鈎織花片所面對的微正面都要在同一邊。接着第3層，我們會在圖中的位置連接六角花片，大家按文字解依序完成。第4層完成之後，我們會在這4個缺口鈎織六角形的一半，也就是 T 型。T 型的部分環心起針，第1圈類似之前的花片，3鎖針作為第1針長針，並放上記號扣。接着2鎖針，中畫號的內容一共3次。最後鈎1長針，收緊中間的線圈。第2圈將織片翻面，5鎖針。連接缺口的 A 點，接着3鎖針，第一個鎖針空間裡4長長針加2鎖針，再連接 B 點，接着又3鎖針，下個鎖針空間4長長針又2鎖針，連接 C 點，3鎖針，最後一個空間又4長長針加2鎖針，再連接 D 點，接着5鎖針，回到做記號扣的這個針目進行引拔，接着斷線，如此完成第1個梯形。這個線頭我們可以在收邊時再包着鈎織。我們按梯形花片1依序鈎織梯形花片2到4，如此會留下一個梯形缺口。如此帽子的主體完成。我們將織物的正面朝外，梯形缺口的部分是帽子的後緣。我們將梯形缺口朝上，接着要為它收邊。我們重新起線，鎖邊起針，鈎織20個鎖針，鎖針的長度會是帽子頭圍的調節段。20個鎖針結束，我們從梯形缺口右側的鎖針空間開始，空間裡先鈎2個短針，接着我們沿邊鈎織短針，遇到4個長長針時，每個長長針上各鈎1短針。接着遇到的這個鎖針空間是2鎖針，因此鈎織2短針。跳過連接處，下個空間這裡是2鎖針，因此鈎織2短針。接着每個長長針上各1短針，而遇到比較長的這個鎖針鏈是5鎖針，因此鈎織5個短針。如此依照這樣的原則進行鈎織。沿帽子邊緣鈎織一圈回來之後，回到起始鈎織的這個鎖針空間，這裡是5鎖針，已經有2個短針了。
因此再鈎織3短針。接着遇到起始的20鎖針的鎖針鏈，我們翻到鎖針鏈的背後，這裡有橫向線條，是裡衫。我們調每個裡衫鈎織短針。調裡衫鈎織短針結束，收邊的第2行將織物翻面，1個鎖針起立不算針數，接着往回鈎118個短針。第2行的118個短針鈎完，梯形缺口的部分不再鈎織。第3行翻面，一直到第4行都是往返進行鈎織，每行1鎖針起立之後，來回的鈎織118個短針。第4行結束，我們會在缺口的這一端，接着為它鈎織扣眼，可以按照準備的紐扣大小，我鈎織6鎖針。接着在下方收邊的第1圈對應針目進行引拔，如此可作為頭圍調節段的扣眼。向左再次引拔斷線，藏好線頭。接着為它鈎織帽檐，我們面對帽子的正面，從扣眼這一端的短針向左數，在第28、第72個短針各放置記號扣。我們會在這2個記號扣之間鈎織帽檐，從第28個短針再次重新起線。帽檐的第1行，1個鎖針起立不算針數，接着鈎針穿進針目，下個針目穿出，挑起整個短針針柱，鈎織外鈎短針。第1個外鈎短針我放記號扣，連續44個外鈎短針，我們依序挑起每個短針的針柱鈎織。44個外鈎短針結束，第2行翻面1鎖針起立，這是第1個針目。我們從第2個針目開始，先連續10個短針，接着一次加針，也就是這個針目鈎織2短針，後續按文字解內容進行鈎織，中括號是重複鈎織的內容。接着會剩下3個針目，跳過2針，在最後一個針目鈎織1短針，結束這一行。第3行翻面1鎖針起立，接着從第2個針目開始，按後續的文字解依序鈎織。後續我們按照短針針目的安排進行帽檐的鈎織，每行1鎖針起立之後，有些從第2針目，有些從第3針目開始，而最後都會有空針，
這些都是減針的概念，使得帽檐呈現弧形。第18行鈎織結束，斷線。接着為它收邊，我們再次面對帽子的正面，從帽檐的起始鈎織針目，也就是這一個第28個短針，重新引線。引線之後，一個鎖針固定，接着包入定型條，從引線的位置開始鈎織短針，鈎針穿進針目之後，將定型條置於鈎針上方，再帶出線來鈎織短針。如果有線頭，也一併包着鈎織。短針的數量以距離平均、邊緣平順為準。沿帽檐邊緣鈎織結束，我們向左引拔2針固定，再斷線，藏好線頭。我們整理一下定型條，使帽檐更加平順之後，再剪去多餘的部分，將定型條的2端做處理，2端向內折，再藏到織物的針目裡。最後，我們依照需要的頭圍，在帽子後方的調節段相對應的位置縫上紐扣，這樣這個花片拼接的鴨舌帽就完成啦。如果你也想挑戰不一樣的花片作品，不妨跟着影片一步一步完成它。我們下一集見嘍，拜拜。